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金港卓业故事解说》。多年竹马执念，一场仓促联姻，彻底改写了舞蹈演员舒颖的人生轨迹。所有故事的开端都源于一件承载着他年少期许的专属婚纱。舒颖的青梅竹马段怀，带着现任女友江江主动找到他，想要借用舒颖珍藏的婚纱。江江对这件婚纱一见钟情，段怀便理所当然开口索取，让舒颖将闲置的婚纱借给江江使用，还暗自指责舒颖小气。面对两人理直气壮的要求，舒颖态度坚决的拒绝，明确表示这件婚纱是个人私物，归属权始终在自己手中，没有外界的道理。江江连忙出面打圆场，解释是自己执意喜欢这件婚纱，并非段怀刻意为难，希望舒颖不要介怀。可段怀毫无歉意，反倒出言施压，认为舒颖单身无婚配计划，婚纱放在手中只会白白浪费，不如顺势让给有需要的江江。舒颖望着相伴长大的竹马，心底满是酸涩。他和段怀一同走过整个年少时期，曾无数次畅想未来，描摹自己身着这件婚纱嫁给段怀的画面。可时过境迁，年少期许尽数落空，曾经的温情早已不复存在。舒颖回忆起过往的点滴温柔，从前段怀格外体贴，深知舞蹈生的双脚格外珍贵。每次他练舞劳累，段怀都会主动背他，舍不得让他多走半步。可这份专属温柔，如今已然给了别人。他清晰记得段怀生日那天，自己满心欢喜为他庆生。段怀却当众介绍江江是他的女朋友，还告知舒颖，江江和他一样都是舞蹈专业学生。那一刻，多年的陪伴与偏爱彻底落空，舒颖满心委屈与不解，说不清自己多年的守候到底算什么。长久以来，段怀肆意消耗着舒颖的真心，无视她的心意，坦然接受她的包容与付出。默许江江一次次挑衅，他笃定舒颖永远不会离开，会一直原地守候，包容他的所有任性。日复一日的消耗，让舒颖彻底疲惫，决心放下这段无果的执念。面对两人的步步紧逼，舒颖不再退让，直接亮出底牌。他平静告知众人，自己当天早上刚刚领证结婚，这件婚纱是为自己的婚礼准备，绝对不会外借。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段怀和江江猝不及防，江江连忙缓和气氛，表示理解舒颖的选择，不再强求借婚纱。这场尴尬的争执落幕之际，靳伯涵准时赴约到场。他从容表示，并非他人迟到，而是自己提前抵达，随后主动递上个人资料，交由舒颖查看。舒颖看着眼前样貌优越、履历亮眼、身形挺拔的男人，内心格外清醒。对他而言，这场婚姻只是一场普通联姻，和谁结婚都一样，对方再优秀也与自己无关。靳伯涵行事干脆利落，直截了当询问舒颖对自己是否满意。舒颖坦然回应，对他的外貌条件十分认可。得到答复后，靳伯涵当即提出立刻去领证。舒颖被他果断的行事风格惊到，短暂迟疑后点头应允。领证结束后，靳伯涵将家中钥匙交给舒颖，细致询问他的到家时间，还轻声提醒他当晚是两人的新婚夜，反问他是否打算新婚伊始就分居。两人一同回到婚房，靳伯涵贴心询问舒颖是否用过晚餐，舒颖告知自己已在剧团吃过。一旁随行的下属暗自疑惑，为何舒颖格外拘谨胆怯。靳伯涵立刻出声制止下属揣测，严肃叮嘱对方收敛言行，不许吓到自己刚娶的妻子。随后，靳伯涵特意叮嘱下属，不许半夜随意打电话打扰，今晚是他和舒颖的新婚夜，不容任何人打扰。下属难以置信两人真的闪婚领证，忍不住追问靳伯涵，是真心喜欢舒颖，还是单纯贪恋她的容貌？靳伯涵淡然回应，结婚只是寻常选择，与谁成婚并无差别。这番回答也让下属忍不住调侃他单身多年，格外严控。独处之后，靳伯涵将婚前体检报告交给舒颖，询问他是否满意双方的身体状态。舒颖看完后小声表示各项指标都很良好。紧接着，靳伯涵直白询问舒颖对这段婚姻的相处模式规划，是打算无性分居，还是愿意履行夫妻义务，正常相处。舒颖短暂慌乱后迅速冷静，明白联姻无需矫情，坦然表示若对方有需求，自己可以配合。靳伯涵直白硬核的问话，让性格内敛的舒颖格外不适。氛围逐渐暧昧，靳伯涵想要拉近亲密距离，舒颖却接连找借口推脱。他先是说要刷牙，想让两人的初次亲密接触拥有完美体验，又借口需要更换内衣，最后以尚未洗澡、内心有所顾虑为由，暂缓亲密进程。舒颖认真向靳伯涵解释，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提及，夫妻相处若不及时沟通，极易产生误会，困扰彼此生活。看着小心翼翼，生怕惹自己不快的舒颖，靳伯涵又无奈又心软，调侃他像个拘谨的小苦瓜。他温柔安抚舒颖，身为自己的妻子，不必时刻紧绷，小心翼翼，大可随性自在。最终，
靳伯涵充分迁就疏影的情绪与顾虑，坦言长夜漫漫，自己可以耐心等待，等到他彻底做好准备，再共度新婚之夜。这份细致的迁就与体谅让疏影格外动容，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如此用心顾及情绪。安稳的新婚氛围很快被打破，段怀突然致电疏影，告知自己将在巴厘岛举办生日宴。知晓江江一直向往巴厘岛，特意邀请疏影同行，疏影果断拒绝，直言自己多有不便。段怀满心不解，质问他从小到大从未缺席自己的生日，为何今年执意推脱，还追问他是否还在记恨婚纱的事情。疏影态度淡然，告知段怀自己当日有剧团巡演安排，且自己从来不是他的私人助理，无需事事迁就。说完，她以要为丈夫准备早餐为由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无意间脱口而出的老公被靳伯涵听在耳中，他轻声重复，觉得这个称呼格外悦耳。氛围暧昧之下，疏影主动亲吻了靳伯涵，坦言是因为他看起来格外温柔，自己一时没有忍住。靳伯涵的宠物小狗主动亲近疏影，他笑着调侃自家小狗和自己眼光一致，挑剔又偏爱好看温柔的人和事物。次日清晨，疏影看着院中食草的小鸟，心生好奇，随即鼓起勇气向靳伯涵询问，自己在相亲资料中看到他是单亲爸爸，疑惑孩子身在何处。靳伯涵幽默打趣，孩子就在眼前，正对着自己讨亲近，还玩笑是让疏影拿青草投喂。玩笑过后，靳伯涵瞬间收敛笑意，严肃警告亲近疏影的小狗，告知他自己与疏影尚且生疏，不许小狗随意凑上前亲近，触碰疏影，举止不可轻浮。话音刚落，他又立刻温柔看向疏影，郑重告知她是自己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家中佣人云姨贴心伺候两人用餐，疏影礼貌道谢。疏影随口询问云姨是否常年居住在此，靳伯涵顺势叮嘱云姨，往后每晚8点之后禁止上楼进入起居室，避免撞见私密场景造成尴尬。云姨立刻恭敬应下。疏影忍不住调侃他太过刻意避嫌，靳伯涵淡然表示适度留白能避免唐突，给足彼此相处空间。用餐结束后，疏影准备洗澡，靳伯涵告知他稍后会亲自送他前往剧院工作。疏影刚到剧院就被好友小野拦下，小野亲手为他缝制了新衣服，随后眼尖发现疏影脖梗处的痕迹，瞬间察觉异常。小野深知疏影性格内敛乖巧，诧异她竟悄悄闪婚，忍不住好奇追问她新婚丈夫的人品与能力。疏影连忙制止好友的调侃，坦言自己说不清对方的优缺点，但为人正直坦荡，品行端正。另一边，靳伯涵前往公司办公，助理准时汇报下午5点半的会议行程。靳伯涵手上的婚戒格外醒目，有员工小心翼翼询问是否不便佩戴，靳伯涵并未摘下，反而询问戒指品牌。得知品牌后，他当即宣布给汇报员工发放双倍奖金，当作自己的新婚贺礼。随后，靳伯涵吩咐下属徐峰筹备贵重礼品，计划过2日陪同疏影回娘家。他特意叮嘱要挑选款式精致、宝石稀有、小众名贵的年轻款珠宝，无需计较价格成本。徐峰疑惑揣测他的心思，被靳伯涵随口驳回。紧接着，他以腰部不适为由，让徐峰帮忙检查调理。靳伯涵温柔询问疏影是否知晓自己的全名靳伯涵，让他给自己备注专属称呼。随后，他打听疏影的下班时间，得知他下午5点半收工，主动提出前往接送。疏影欣然应允，两人约定下班碰面。与此同时，段怀迟迟等不到疏影的消息，身边有人纷纷劝慰，称两人多年感情深厚，疏影只是闹小脾气，终究会主动回头。段怀也笃定疏影舍不得自己，认定他只是故意刷存在感，肆意闹脾气，最终定会乖乖求和。就在段怀暗自笃定之时，疏影突然接到家中电话，家人焦急告知他奶奶突发不适，让他立刻赶回疏家。疏影满心焦急，即刻动身返程。段怀的友人疑惑为何不挽留，段怀依旧傲气十足，认为疏影只是故作姿态，任由他任性离去。疏影返程途中，有人偶然瞥见靳伯涵的座驾停在剧院附近，满心疑惑，不解顶级权贵靳伯涵为何会出现在普通剧团周边。众人纷纷断言，以靳伯涵的家世地位，绝对不会看上普通舞蹈演员疏影，无人将两人的闪婚联系在一起。疏影刚回到疏家，就遭遇家中长辈的恶意刁难与刻薄指责。长辈直言当年不该让疏影的小姨带着她这个拖油瓶进门，痛骂她是来历不明的野种，多年来霸占疏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享受不属于自己的荣华，如今更是抢走疏家亲孙女的进家联姻名额，自私又忘恩负义。面对长辈的恶意诋毁，疏影终于道出隐藏多年的身世。她坦言16岁前，自己一直以为养育自己的小姨和姨夫是亲生父母，直到偶然听见奶奶的辱骂，才知晓自己是姨父子，亲生父母早逝。如今的母亲是她的小姨，
未婚时收养了孤苦无依的他，多年来待他如亲生，悉心抚育。长辈毫无怜悯之心，依旧步步紧逼，怒斥疏影若无舒家庇护，根本没有机会结识靳伯涵这般人物，指责他忘本叛逆。疏影满心愧疚地解释，自己一直铭记舒家养育之恩，从未争抢名利。此次靳家联姻是母亲主动安排，他本想为家族出力报恩，若是知晓家中亲孙女有意联姻，自己绝对不会应允这门婚事。蛮横的长辈完全不听疏影的解释，怒斥他胆敢顶撞长辈，当即惩罚疏影跪在佛堂捡佛豆，闭门祈福赎罪。舒家小弟看着跪地受罚的姐姐，满心心疼，却无力阻拦长辈的决定，只能默默看着姐姐受委屈。就在疏影独自隐忍委屈之时，靳伯涵突然现身舒家。小弟一眼认出这位姐夫，立刻焦急告知靳伯涵，疏影被奶奶罚跪佛堂，恳请他出手相救。疏影看到突然赶来的靳伯涵，满心慌张，连忙告知自己早已发消息让他不要前来，不想让他卷入舒家的内部纷争。靳伯涵并未看到消息，义无反顾赶来护妻。舒家长辈见状，立刻上前质问靳伯涵的身份以及擅自闯入的缘由。靳伯涵从容坦荡地表明身份，直言自己是疏影的丈夫。舒家奶奶见状，立刻改口，假意夸赞疏影懂事孝顺，是主动跪在佛堂祈福赎罪。靳伯涵一眼看穿他的虚伪，冷言讽刺这般惩罚堪比酷刑，嘲讽舒家看似礼佛向善，实则满是算计，待人刻薄。靳伯涵气场全开，直言祈福赎罪不该由疏影一人承担，当即提议召集舒家全族一同礼佛。长辈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怒斥靳伯涵不懂教养，不尊长辈。靳伯涵毫不退让，直言长辈若无德行，待人不公，便不配得到晚辈的敬重。奶奶气急败坏，指责疏影嫁入靳家攀上高枝，就带人回娘家欺压长辈，目中无人。靳伯涵淡然回怼，自己担不起攀高枝欺长辈的罪名，反倒担心心怀狭隘的长辈，满口歪理邪说，让自己的妻子沾染晦气。说完，他直接牵起疏影的手，带她转身离开佛堂。突如其来的坚定维护，让受尽委屈的疏影心头一暖。即便两人只是联姻成婚，毫无深厚感情，这份被人坚定偏爱、全力庇护的感觉，依旧让他无比动容。离开后，靳伯涵细心查看疏影跪地受伤的膝盖，温柔询问她的痛感，直言舒家奶奶思想封建迂腐，一味拘泥糟粕规矩，苛待晚辈。奶奶依旧不肯罢休，当着靳伯涵的面大肆诋毁疏影，直言她并非舒家正统千金，命数孤苦客死双亲，是丧门星野种，控诉疏影刻意隐瞒身世，骗婚靳伯涵。他主动向靳伯涵示好，提议让他与疏影离婚，迎娶舒家正统千金，直言这才是匹配靳家门第的婚事。奶奶笃定靳伯涵得知真相后，定会果断抛弃疏影。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联姻即将终结，可靳伯涵的回应彻底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想。他明确表态，并非舒家挑选自己联姻，而是自己主动看中疏影，才选择与舒家合作。若无疏影，自己根本不会多看舒家的联姻资源一眼，更不会踏入舒家半步。他直言奶奶目光短浅，思想迂腐，迟早会为自己的刻薄言行后悔。疏影看着全力维护自己的靳伯涵，轻声坦言奶奶的话并非全无道理，自己身世特殊，确实算是变相骗婚。若是靳伯涵想要离婚，自己完全能够理解。靳伯涵温柔安抚他的情绪，明确表示绝不会与他离婚，还轻松化解沉重氛围，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与自卑。随后，靳伯涵直面疏影父母，坦诚自己不干涉舒家家事就归，但从今往后，所有封建糟粕规矩都不许再用来约束、苛待疏影。疏影如今是他的妻子，他定会倾尽所有护她周全，绝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。舒家父母见状，满心欣慰，彻底放下心来。风波彻底平息后，疏影带着靳伯涵与家人正式相处。舒家小弟向豪第一次见到姐夫，满心好奇又格外亲近。全家人都十分认可靳伯涵的品行气度，真心为疏影觅的良人感到欣慰。当天夜里，段怀看着舒家迟迟未灭的灯火，以及楼下停放的靳伯涵专属座驾，满心疑惑。他始终无法理解靳伯涵这般顶级权贵为何会和普通的疏影牵扯不清，依旧固执笃定两人之间毫无可能。独处之时，疏影忍不住好奇询问靳伯涵，联姻对象数不胜数，个个条件优越，为何偏偏选择平凡普通的自己？靳伯涵坦诚作答，简单直白地表示顺眼和眼缘，心生中意。疏影轻笑，调侃他是否只看重自己的容貌，太过肤浅。靳伯涵立刻否认，坦言容貌亦是优势，更偏爱他纯粹乖巧、不矫情、不做作的性格，看得出他被好好教养，品性通透善良。舒家母亲格外热情好客，叮嘱靳伯涵不必拘束，把舒家当作自己的家。夜里更是悄悄叮嘱疏影，婚后要主动经营夫妻感情，
朝夕相处方能升温爱意。说完便贴心离场，给两人留下独处空间。独处氛围逐渐暧昧，靳伯涵笑着调侃，听从岳母叮嘱，想要学习增进夫妻感情的相处方式。疏影羞涩躲闪，转身去洗澡。洗完澡出来，疏影发现靳伯涵依旧留在房间，瞬间慌乱不已。靳伯涵坦然告知自己今晚都会留下来陪伴他。气氛升温之际，靳伯涵礼貌询问疏影是否可以亲吻他，默认不拒绝即为同意。就在亲密氛围渐浓时，疏影顾虑重重，担心隔壁弟弟听到动静太过尴尬，主动提议将亲密相处的时间延后到第二天。靳伯涵充分尊重疏影的所有选择，温柔应允，坦言他永远拥有拒绝自己的权利。疏影心怀愧疚，询问他是否会因此不适，靳伯涵坦然承认，却依旧温柔克制，毫无逼迫。他轻声告知疏影，自己早已留意到他身上的细节，包括后背的痣，满心皆是欣赏与爱慕，从无轻薄冒犯之心。随后，靳伯涵温柔约定，次日不再给他推脱的机会，一并弥补今日的遗憾。隔壁房间的小弟早已察觉姐姐房间的异样，和同伴悄悄调侃姐姐新婚甜蜜，还默默记着自己的生日，满心期待姐姐和姐夫的礼物。靳伯涵对待疏影的家人格外用心，出手阔绰，事事周全。他为叔父购置一幅有钱难求的珍藏画作，让父亲满心欢喜，特意邀约亲友前来观赏。为叔母准备一整套27颗老坑玻璃种翡翠珠宝，让一向低调内敛的母亲主动打算出席从前从不参与的宴会。为小弟在学校附近购置房产，还承诺等他考取驾照就赠送一辆限量款跑车，彻底俘获了小弟的好感。疏影看着靳伯涵为自己家人精心筹备的一切，内心满是触动与愧疚。他深知两人只是契约联姻，本只需各司其职，尽责维系婚姻即可。可靳伯涵却真心相待，面面俱到，用心善待他的所有家人。同时他也发现靳伯涵刻意忽略了态度刻薄的舒家奶奶，不为其准备任何礼物，遇见时也直接无视，默默为他撑腰。家人都忍不住感慨，靳伯涵是难得的真心良人。回到剧团后，同事偶然提起曾见过一位英俊挺拔的陌生男子在门口等候疏影。疏影坦然告知众人，那是自己的丈夫。一众同事无比震惊，纷纷诧异他悄悄领证结婚，疑惑为何没有举办婚礼。疏影坦言两人暂无办婚礼的计划，后续若有安排会主动告知大家。事后疏影与闺蜜私下见面，闺蜜调侃她新婚夜定然甜蜜，追问她为何昨夜未回消息。疏影连忙制止闺蜜的玩笑，坦言两人尚未突破最后一步，只是约定好慢慢相处，增进感情。闺蜜随即鼓励她，两人已是合法夫妻，顺其自然即可。与此同时，靳伯涵在公司取消了下午5点后的所有工作行程，助理满心疑惑，询问是否需要协助处理事务。靳伯涵淡淡回绝，告知自己有私事等候爱人，无需他人打扰。公司同事私下议论纷纷，恶意揣测疏影与多年竹马段怀分手，仓促闪婚，靳伯涵是无辜接盘的老实人，甚至嘲讽疏影是情伤后随意找人托付终身。这些恶意留言恰好被前来公司的疏影，或是提前赶来剧院的靳伯涵听闻。靳伯涵径直走入人群，坦然接下众人口中老实人、接盘侠的标签，气场强势，态度冷冽，瞬间压制所有流言。他直白回对众人，无人能及疏影漂亮纯粹，温柔灵动，嘲讽众人满心嫉妒，扭曲本心。疏影看到突然现身的靳伯涵格外意外，靳伯涵温柔询问他是否等候许久，坦言自己已经到场半小时。随后疏影继续完成舞蹈排练，结束后随口调侃自己练舞大汗淋漓，算不上仙女模样。临走前，靳伯涵主动向剧团同事自我介绍，公开自己是疏影丈夫的身份，大方当晚请客聚餐，让众人随意挑选饭店。同事们纷纷道谢，私下感慨疏影的新婚丈夫无论身高、颜值、财富还是气度，都远超前任段怀，真心为疏影觅的良缘感到开心。聚餐结束后，两人独处相处，氛围温柔暧昧。相处过程中，靳伯涵细心发现疏影的认知误区，耐心纠正2处细节错误，认真细致如同批改作业一般。疏影忍不住调侃他太过严谨较真，靳伯涵却认真表示只是帮他理清细节，完善认知。就在氛围愈发甜蜜之时，疏影突然身体不适，无奈告知靳伯涵自己来了例假，瞬间打破暧昧氛围。疏影满心愧疚，连忙解释自己并非故意推脱，希望对方谅解。靳伯涵毫无半点不悦，温柔安抚，全然信任，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，担忧他腹痛不适，主动提出悉心照料。疏影暗自无奈，感慨偏偏在特殊时刻出状况，生怕靳伯涵误以为自己刻意回避亲密相处。回到家中，佣人云姨贴心为疏影炖煮燕窝补血调养。疏影向云姨询问靳伯涵的去向，云姨告知他，
靳伯涵清晨便紧急出国处理工作事务。舒颖满心疑惑，不解他为何走得如此仓促，暗自猜测他是否因昨夜的事心生不悦，赌气离开。云姨连忙为靳伯涵解释，告知舒颖，靳伯涵本就公务繁忙，婚后为了陪伴他，已经推掉了大量海外工作。云姨还向他讲述靳伯涵的过往，他刚接手集团时，公司内斗严重，元老架空权力，历经多年步步打拼，稳住局势，才有了如今的地位与话语权。云姨坦言，靳伯涵性格强势，从不服软，向来不受旁人胁迫，若是他不愿成婚，无人能够逼迫分毫。舒颖听闻后思绪万千，清楚两人只是联姻关系，尚无实质夫妻之实，不该过多干涉彼此生活。可心底依旧忍不住胡思乱想，担忧他一去不回，甚至日后归来直接递上离婚协议，终结这段短暂的婚姻。与此同时，靳伯涵的小狗格外粘人，一直亲近陪伴在舒颖身边。舒颖看着乖巧可爱的小狗，忍不住互动玩耍，调侃小狗主人身价不菲，自己却没有这般财力肆意消费。小狗格外温顺粘人，让舒颖心生欢喜，打算带着小狗出门逛街散心，小狗也格外欢快期待。就在舒颖带着小狗准备出门，满心欢喜询问小狗是否想要肆意购物，自己全权买单时，一名陌生路人突然上前拦住他，满脸戒备，满心疑惑地质问舒颖为何会带着靳伯涵的专属小狗，对舒颖的身份充满了质疑与不解。